任谁也想不到，一个权力家族的覆灭竟如此彻底。追根溯源，却源于家族官二代的不知收敛。嘉靖43年，权倾朝野20多年的严嵩，耄耋之年轰然倒台。一个权倾朝野的家族被连根拔起，春风吹不生，结局令人唏嘘，亦让人深思。严嵩的下场固然可耻可悲，但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很多事情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严家世居的江西有悠久的从政传统，在明初便有朝氏半江西之说。在这些赫赫有名的江西士人群体中，严嵩的高祖严孟衡值得一提。他为官30余载，清正廉洁。严孟衡死后，严家家道中落。从严嵩曾祖一辈开始，近100年时间里，严氏世代不一，家无余绪，需靠母系亲戚接济。贫寒的家境让幼年的严嵩心里种下一份执念，他要读书为官，光复门楣，终在25岁那年完成了家族重托，中了进士，步入仕途。但刚入仕途的严嵩还是没能力改变家族的贫困境况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衣冠细疾逢多病，漱口携家食就贫。不过他的科举成绩十分亮眼，位列全国第5，自2甲第2名进士出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从明朝中叶起，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已成惯例。严嵩初入仕途即任职翰林院，政治前途可谓一片光明。然而，正当他兢兢业业奋斗时，家乡却相继传来了祖父去世、母亲病重的消息，他只得交出官印，回家守制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，但比起在官场上丢命，他算是冥冥中躲过了一劫。因为此时的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不靠谱，明武宗朱厚照。由于明武宗的放任，宦官刘瑾当政，死在刘瑾刀下的大明忠直之臣不计其数。而严嵩因为回家守制平安渡劫，守制期满后，严嵩也没有回京述职。他声称自己病了，需在家静养，转头便寻一处僻静之所，关起门来韬光养晦。他这么做，无非是为了躲避政治纷争，静待日后东山再起之机。但此举却给世人留下淡泊名利、潜心修学的印象。直到正德11年，严嵩才启程回京述职。严嵩离开朝堂许久，又无根基，回来当然只能从零开始，继续担任翰林院编修。不过由于在民间赚足了声望，回朝的严嵩很快得到朝廷的重用。正德13年7月，宁王朱宸濠发起了蓄谋已久的叛乱，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一时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。尽管这场叛乱在1个月内即被王守仁剿灭，但随后明武宗又是下江南，又是将宁王放了再抓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皇帝是个不问国事的乐子人。严嵩为人是谨慎的，面对这样的君主，他无法确认自己日后仕途是否通达，能否光宗耀祖，于是再次归隐。要不是明武宗之后突发意外驾崩，估计严嵩这辈子很难迎来命运逆转。在回京路上，明武宗意外落水，没多久便一命呜呼。继承皇位的是旁支藩王朱厚熜。与明武宗的好动不同，嘉靖是出了名的喜静。他在位45年，专注炼丹修仙30年。唯一可与堂哥明武宗相匹敌的是，他在搞事情上不逊色于前者。刚一即位，嘉靖就发起了一次大礼义运动，要求百官支持他尊奉生父为父，而不是以明孝宗4子的身份入继大统。这看似是任谁做父亲的民意之争，实则是初来乍到的小皇帝和前朝百官谁说了算的争斗。最终，原内阁首辅杨廷和黯然出局，嘉靖获得了胜利。而严嵩不声不响地在第2年升任京师国子监祭酒，这个官位虽不大，却是名义上全体国学生的校长，桃李满天下。历史上，韩愈等文坛领袖都当过此官。严嵩10数年来默默无闻，突然荣获京官，想必在大礼议中，他也极力支持过嘉靖，才有此回报。此后，严嵩官运亨通，到了嘉靖15年升任礼部尚书。那一年，他已57岁。在明朝官场中，像他这种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的官员，走到这就算仕途顶点了。可对于半生蛰伏、想光耀门楣的他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这时，在皇帝身边，最受宠的官员当属大学士夏言。在很多人眼中，
严嵩与夏言是天生的仇敌。但鲜有人知的是，二人在反目之前私交甚好。夏言与严嵩皆是江西人，早在嘉靖8年，夏言和严嵩就有了交往。他们私下里赋诗往来，相交甚欢，甚至后来夏言的蒙圣恩一步登天，做了严嵩的顶头上司，他们仍认为彼此是自己人。总之，那时在外人看来，只要夏言有饭吃，严嵩就饿不死。可这一切，自从严嵩接了夏言的班，当上礼部尚书开始，就变了。夏言为人孤傲，不喜逢迎上级，自有一套内心的原则处事标准，为了一些原则性问题，他连皇帝的面子也敢驳斥。而严嵩正相反，他是那种一心只顾个人前程的职业官僚，为了仕途升迁，他可以毫无原则。本着混迹官场多年摸索出来的生存技巧，严嵩很快找到了晋升的门道，那就是与其做好政绩，不如拍好马屁。当时嘉靖为表示对亲信大臣的重视，特地给包括严嵩、夏言在内的5人每人颁发了一顶用沉香木做的帽子，让他们戴上随侍帝册。夏言向来认为正经大臣应按照礼法办事，所以对皇帝赏给自己的最高荣誉置之不理，甚至还上奏纠错皇帝，搞得嘉靖很不爽。反观人精严嵩，拿到这顶帽子时就反复擦拭供奉，每次觐见皇帝时都要戴上。严嵩的表现令皇帝十分满意，因此当夏言失势后，嘉靖首先便想起了他的名字。嘉靖21年8月，严嵩入阁。自入阁之日起，严嵩就主动向嘉靖提出放弃内阁参赞机务大权，专心陪皇帝修仙。能主动交出权力的，除了他，满朝文武无人能及。除此之外，严嵩的营业水平比其他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10载10余花甲的他，为了拍好马屁，1年365天，每天24小时都在皇帝面前勤奋工作。现代996的打工人见了都直呼卷不过。老板明世宗见了，直夸他是模范员工。随着严嵩地位的水涨船高，结嵩四无地，即反对严嵩就是反对嘉靖的局面已然形成。但已经60多岁的严嵩毕竟老了，思维无法快速跟上年富力强的皇帝，所以他经常上班期间召儿子严世蕃前来帮忙，命运便在这时悄悄埋好了伏笔。仗着老爹的权势，严世蕃未经科举即入仕途。据说此人身材短小粗胖，深红而尖，还瞎了只眼，与严嵩的瘦高形象大相径庭。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严世蕃并非严嵩亲生。可严世蕃虽然貌丑，但脑子好使，揣测人心，通晓时务，奸猾机变，堪称嘉靖朝第一鬼才。与父亲多年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不同，严世蕃做事决绝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在严嵩授权之余，严世蕃也在朝中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朝中与地方重要官员的升迁贬谪，他都要插手。眼见严嵩对其子如此放任，大部分朝臣也都敢怒不敢言，这便导致严氏父子的势力暴涨。严家势力最盛时，严嵩的孙女嫁到山东去，做了孔子第64代义孙衍圣公孔尚贤的一品夫人。严家在京城中的府地大肆扩张，强占了闹市区3、4个街区，亭台楼阁极尽奢华，古玩奇画不计其数。这些巨大的变化是从小穷怕的严嵩所不敢想象的。对于儿子的擅权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可每一次人员调度升迁，背后都是一笔笔看不见的财富，他舍不下这个诱惑。于是在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，严嵩开始权倾朝野。但是在嘉靖24年，嘉靖突然复召夏言回朝，空降内阁，荣任首辅，位在严嵩之上。一时间严嵩大惧，他怕的不是夏言夺宠，而是对方为人傲气，又知道自己太多的行贿受贿秘密。果不其然，夏言刚回来就大刀阔斧剪除了严嵩一众党羽，甚至在人前故意奚落严嵩，威胁他要严惩严世蕃一党。夏言对这个昔日同乡好友还是心慈手软的，他不想斗倒严嵩，而是要严嵩认错改过。可他始终不明白，严嵩走到今日的地步，绝非一日之功。一看对方把自己逼急了，严嵩哪里还管过去情义，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诬告夏言。严嵩的最后一招绝杀是利用夏言支持曾喜收复河套的请求，构陷夏言与曾喜私下结党。
内阁朝臣和边关大将的来往是很犯忌讳的事情。不过念及旧情，嘉靖并没有对这位老臣下死手，反而是严嵩依然穷追猛打，罗织罪名。最终夏言被弃市处斩。夏言死后，无人敢重提收复河套之事，鞑靼始终是大明在北方的心腹大患。由于严嵩卖国害死夏言的行径，激起了朝野的激烈反扑。但凡有点良知的大臣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恶贼，但这些上书不仅没有用，还令这些正直之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廷杖下狱致死，杨继盛的好友新科进士王士祯也被连累家破人亡。锦衣卫经历审炼被处斩，严嵩如此肆无忌惮，只因他已摸透明世宗的性格特点，知道反对者无论如何上告总要扯上皇帝，但自古皇帝皆无错，明世宗若惩罚了严嵩，无形间也相当于打了自己耳光。由是严氏父子高枕无忧20多年。然而想要导严之人大有人在，徐阶就是其中最积极的。这位自称夏言弟子的内阁赐府，自入阁之日起便始终居于严氏父子之下。起初他不愿依附严嵩，很是坐了几年官场冷板凳，徐阶只能改变策略，主动迎合严嵩。他还特地与嘉靖的发小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交好，通过对方的关系勾搭上严世蕃，又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严世蕃的儿子做小妾，不惜自贬身份，尊奉严嵩。严嵩以为对方学会了官场的规矩，可正如他当初对待夏言那般不择手段，徐阶在替老师报仇这件事上也是誓不罢休。嘉靖41年，徐阶安排门生邹应龙上书检举严氏父子，而且专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入手。年逾耄耋的严嵩终于被迫下台，严世蕃则被革职拿问，发配充军。到了这个份上，明世宗却依旧没有想对严嵩父子痛下杀手，他犹如过去罢黜夏言那样，心中摇摆不定，反复无常。不多时又想照拂严嵩父子，或许严世蕃看出了皇帝的心思，故提前一步在流放途中悄然返乡，静待皇帝的2次起复。但正如严嵩一样，一步步从底层爬上来的徐阶也十分明白一个道理：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嘉靖43年，巡江御史林润上报，严世蕃在流放途中私自逃回家乡，有不臣谋反之心。很明显，这次揭发背后少不了徐阶的运作。最终，嘉靖下旨将严世蕃押解进京，抄家斩首。严嵩被没收家产，削官还乡，无家可归。隆庆元年，曾经叱咤风云20多年的严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据说死前，他既食于墓舍，既无棺木下葬，更没有人前去吊唁。回望其一生，伴君如伴虎，能陪嘉靖走完一生，还未曾伤及自身分毫。严嵩可谓深谙官场生存之道，知冷知热。只可惜，这样的人精并没有将权位放在做正确的事上面，他的权势也终有一天碍到了皇帝的眼，最终身败名裂。